我在荆州市区开了一家家电维修店，为了招揽生意，我在招牌上写了上修飞船空间站，下修航母核潜艇，凡是通电的就没有我修不了。没想到真有军方大佬上门来找我修。这天我在店里正闲来无事，一位衣着得体、气质绝佳的美女推门而入。老板，你这里真的什么都能修？那当然了，没看见我的广告吗？承接核潜艇、航母维修、空间站换件，量大从优，童叟无欺。美女要修核潜艇还是航空母舰？对方显然没有心情开玩笑，他直接将手中的箱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块电池，四周还用缓冲泡沫裹得严严实实，一条条细小的线路和微小的晶体纵横交错地排列着。看到这一幕，我猛地坐直了身体。这是啥？光刻机，准确的说是光刻机的校准传感器模块。实验中功率过载，核心探针阵列烧了。我们的项目组等着急用。他叫沈钦慈，是龙科院的一名研究员，因试验过程中发生意外，设备受到了损毁，导致整个项目都因此停滞。而且国内多家专业机构都已明确表态，这台机器短期内根本无法修复。若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也不会来这小破修理店碰运气。这光刻机，美女，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我这里是家电维修，你要不试试隔壁的五金店能不能整？沈钦慈看着我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瞬间破灭了。他叹息一声，提起箱子转身就要离开。是啊，连国内专业机构都无法修复，一个修家电的又怎么可能行？见状，我迅速收起了玩笑。半年前，我穿越过来继承了这家维修店，还绑定了无线维修系统。几个月下来，稀奇古怪的东西倒是见了不少，但值钱的却没几个。光刻机这么高级的玩意儿，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看你手里的组件，应该是 C7 型的光刻机啊。闻言，沈钦慈脚步一滞。你怎么知道型号？告诉我，它的冲击峰值是多少？可持续多少纳秒？除了探针阵列外，还有没有其他受损的地方？闻言，沈钦慈的呼吸都瞬间停滞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家电维修店的老板竟然能问出这么多专业的问题，那些词汇可都是绝密信息。峰值是常规功率的15倍，冲击时间大概是3到5纳秒，其他的组件自检正常。修是能修，但价格可不便宜。钱不是问题，只要你能修好，我马上申请经费。见状，我微微一笑，伸出5个手指头。行，500万就500万。沈钦慈狠狠一咬牙，虽然这价格贵得离谱，但以眼下的情形，他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你想啥呢？还500万？500块不还价？主要是你这个东西它修起来很耗电。500块？你确定？沈钦慈彻底懵了，他感觉自己的认知已被完全颠覆，于是急忙掏出手机，对准收款码付了款。第6支宝到账500元。见此，我咧嘴一笑，不紧不慢地戴上一副防静电手套，在桌上铺了一块相对干净的白布，然后才将箱子里面的模块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放在桌面上。系统来活了。下一秒，我的眼前便出现了面板信息。检测到可修复物品 C7 型光刻机校准感应模块损坏程度 88%， 修复方案分析完毕。一切准备就绪后，我转身从积满灰尘的货架上搬下一个军绿色的箱子。箱子打开的瞬间，沈钦慈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他本以为我有什么秘密武器，可箱子打开之后，里面的东西却让他大跌眼镜。一把被改造的奇形怪状的电烙铁，一个家用热风枪，剩下的工具也差不多，不是厨房里的打蛋器，就是从垃圾堆里淘回来的各种破烂。老板，你不会打算就用这些破烂来修我的光刻机配件吧？别紧张，我这些设备都是祖传的，当年阿波罗登月的时候还用它们抛过光呢。如果不是看你这是光刻机，我都舍不得拿出来用。我一边做着准备工作，一边冲着他咧嘴一笑。啥？阿波罗登月？沈钦慈嘴角狠狠地抽动了几下，虽然他此刻无比后悔走进这家店，但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另一边，我已经拿起手中的电吹风，对着模块吹了起来。没有想象中的热浪冲天，却是带着一股淡淡的臭氧味。可一旁的沈钦慈却惊奇地发现，那些微米级的线路。老板，这又是什么？电质松缩作用的逆应反应作用，用特定的频率化作脉冲，使晶格金属记忆恢复。简单来说，就是帮他记起自己本身的模样。不等沈钦慈反应过来，另一边的我已经把那把难看的电烙铁通上了电，电烙铁尾端连接着一根针，正在逐渐变红。见此情景，沈钦慈震惊的情绪还未平复，心脏又紧跟着提了起来。你这是要干什么？拿着一根烧红了的大头针是要做什么？而我的脸上却露出前所未有的认真，大头针保持静止不动，然后缓缓靠向模块上被损坏的核心探针阵列，针头刚刚靠近，一股肉眼勉强能看见的电弧便闪烁了起来。沈钦慈亲眼见证了他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一幕。你别这么惊讶好不好？这不就是个冷原子玻璃吗？龙科院的科研人员就这。
显得多没见过世面啊！不就是个冷原子玻璃？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这种技术，咱们在对于未来技术设想的论文中可是都不敢写的。沈清慈已经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他感觉自己寒窗苦读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科学观，正在被眼前这个男人用一堆破铜烂铁砸得稀碎。好了，最后一步了，重建探针阵列和微米线路。沈清慈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我，从一旁的饼干盒子里拿出点小粉末，装进了小玻璃瓶里，紧接着把打蛋器放进小玻璃瓶里，开始工作了起来。这是超声波雾化悬浮？哟，见过，那说明你这个科研人员当的还行。我咧嘴一笑，紧接着又启动了电烙铁。沈清慈透过特殊放大镜看到，那原本烧毁的基板线路，此刻正在快速的修复着，而且修复好的线路比原来还要完美。此刻我的头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汗水。修好了，不过这玩意儿的精度确实很高。闻言，沈清慈瞪大了眼睛。这就修好了？这才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你真用大头针加上这一堆饼干盒子装的玩意儿给修好了？质疑我的技术啊？你不一直都在旁边看着吗？不放心的话就检查一下呗。哦，对了，我还提升了一下你们光刻机的精准度，所以得加钱。此话一出，直接让沈清慈瞪大了眼睛。他脑海中还回荡着我刚才说的冷原子玻璃技术，在震撼之中，我自然成了不折不扣的世外高人。而现在这位世外高人居然和他谈起了最俗气的东西——钱。老板，你刚才说的那个电致撒缩什么的，是什么意思？哦，那个不是和你说了吗？祖传下来的独门手艺，不外传的。祖传下来的手艺？光刻机才出来多少年啊？你家祖上挺年轻啊。那个，你说要加钱，要加多少？差不多这个数就行。3根手指头，这是3万还是30万？沈清慈再次愣住了，打多了不太好，但打少了似乎更不好。好，30万就30万。我说你这个女同志，不能不把国家的钱当钱啊！300块，你别老万了行不行？闻言，沈清慈那双大眼睛闪烁着不敢置信。这都修好了，你都不狮子大开口一下吗？那可是光刻机技术啊！你就是要上千万，我也得给你啊！800块1分不能少啊！对了，刚才忘了和你说了，你们这个模板的精准度，我帮你们校准了一下。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模板属实是有点老了，我没忍住。原先的共振频率太粗糙了，我给你们往前挪了1个百分点，应该对你们的项目没啥影响吧？你说多少？1个百分点？闻言，沈清慈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作为专业人员，他太清楚这1个百分点的含金量了。那个老板，我能要个你的联系方式吗？干嘛？我可是个正经人，东西都给你修好了，你怎么还想连吃带拿的呢？沈清慈彻底无语了，他实在有些搞不明白，眼前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会儿是世外高人，一会儿又下头的厉害。不是，我是想下次万一要修东西的话，能够第一时间找到你。我看你是怕东西没修好，找不到我人了吧？放心吧，我的店就在这里，你随时来。如果没修好，我把那800块钱退给你就是了。沈清慈嘴角狠狠地抽了抽，但他又想到自己得赶紧回去交差了。可他刚走出店门，电话便响了起来。掏出手机一看，是院长周德厚打来的。江凌雪，你在什么地方？不是让你去修复光刻机模块吗？院长您别着急，东西修好了，我现在马上就送回去。修好了？你在哪里修的？在一个家电维修店修好的。江凌雪，你是不是急糊涂了？那可是光刻机。院长，我没撒谎，真的修好了，核心传感阵列、微米级传导线路都修复了，而且精度也提升了1个百分点。闻言，对面沉默了许久后，才缓缓开口：“你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去接你。”一路上，研究院的车疯狂地飞驰着，前面开车的周德厚脸色铁青无比，怀里抱着箱子，浑身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致。他知道此刻的院长已经快到了爆发的边缘，可他脑子里却满是我那一脸的玩世不恭和那些看上去和破铜烂铁一样的修理工具。他甚至是怀疑自己刚刚只是做了一场奇葩的梦。研究院的大楼门前早就站满了各个项目组的科研人员，车子刚刚停靠在大门口，众人便围了上来。林雪怎么样？模块修好了吗？东西呢？快拿出来！咱们的项目已经等不及了。修好了吧？修好就修好了，修好了吧是什么意思啊？而且你是在哪里修好的？咱们的专业机构给出来的时间说，最短也得好几个月啊！你这才出去了几个小时就修好了？是在一个家电维修店修好的。众人闻言，顿时都倒吸一口凉气。家电维修？这可是光刻机啊！你去家电维修干什么？这不是胡扯呢吗？江凌雪，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是拿着我们整个龙科院在开玩笑啊！他浑身哆嗦的眼泪都开始在眼眶中打转。行了，都闭嘴！江凌雪，你确定修好了吗？他脑袋一片空白的点了点头。行，
把东西拿到1号无尘实验室进行实验。如果修好了，你大功一件；修不好，你就准备去军事法庭吧。事已至此，也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看上去极其不靠谱的修理店老板身上。1号无尘实验室内，几名专业人员身着防护服，小心翼翼地将模块从箱子里面拿了出来，进行测试。我的天，这是什么焊接工艺？修复的线路太漂亮了。江水晶不会是去找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高人吧？这简直就像是从原厂里拿回来的一样。不对，这简直比原厂的还要完美，根本看不出修复的痕迹。没过几分钟，突然听见远处的众人传出一阵接着一阵的赞叹，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抬起头来看向众人。不对，这材料不太对劲，立即对这份材料进行分析。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这样的修复材料。是，院长。材料组立即开始启动仪器，对模块修复部分进行全面扫描解析。将林雪的心也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院长，咱们的数据库中显示，咱们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材料。什么？连数据库里面都没有？这都已经2026年了，世上竟然还有没被发现的材料！快，赶紧通电测试！周德厚已经无法掩盖心中的喜悦，众人也都一个个快速的各就各位。电源系统自检完成，无异常。内部逻辑单元检测完毕，无异。电路测试完毕，数值在可控范围之内。大屏幕上一条条绿色信息弹跳出来，每一个声音都让在场所有人的心脏狠狠地被击中一次。一个被宣布物理烧毁的模块，居然通过了所有的自检流程。这不科学啊！快点进行精准度测试！周德厚身体晃晃悠悠地坐在了椅子上，仿佛整个人都虚脱了一般。报告院长，数值有些不对劲。科研人员的话让一旁的沈钦慈瞳孔猛然一缩，他死死地握着双手，手心里的汗水都浸透了衣袖。果然还是出问题了吗？周德厚也猛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这好像是一个很高级的光刻机模块，数值比咱们之前使用的提高了1个百分点。我怀疑这个模块不是咱们的，可当前世界貌似不具备这样的水准啊。提高了1个百分点！周德厚整个人宛若遭雷击一般，眼睛一翻，直接倒了下去。众人也都面带兴奋，看着大屏幕上滚动的数据，可一旁的沈清慈却依旧呆呆地望着众人。那我们的光刻机校准模块，这算是修好了吗？修好了吗？你把那个妈字去掉，是修好了。小雪呀，这不是修好了，这是突破，你立功了！大脑一片空白，木讷地指着自己的鼻子，他现在还没从担惊受怕中走出来。什么？我立功了？刚才院长都说自己要上军事法庭了，这怎么眨眼间就又立功了呢？江明雪，鉴于你在本次重大技术攻克难关之中的卓越表现，现在我任命你为本研究组的组长。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能够进入龙科院工作就已经是普通人的天花板，升任组长自己根本不够格。难道是因为这模块的修复，所以他现在相信了那个看上去十分不靠谱的年轻人说的话没错，他不光修好了光刻机模板，甚至连1%的精准度调整都是真的。说吧，江组长，很多专业机构都说修不好，你这是去找了哪个军工还是哪个总参？这么大的事儿，我得亲自登门拜谢。我真没骗大家，我真的是在一个修家电那里修好的。修理摊子，修个电视机都费劲儿，咱这可是光刻机呀！江凌雪，你不会是在逗我们开心吧？就是，你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吗？我真的没开玩笑，当时我实在没办法才去的那家修理店，因为它门口挂着的牌子特别吸引人。牌子？什么牌子？上修飞船空间站，下修航母核潜艇，但凡是通电的，就没有修不了的。话落，整个实验室内顿时鸦雀无声。然后我就进去了，那老板用电烙铁和热风枪，还有个打蛋器就把模块修好了，最后一共收了我800块钱。看着众人的反应，声音也一点点弱了下去。而此刻的众人看向沈清慈的眼中，也都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打蛋器修理光刻机？这都哪儿到哪儿啊？真有这技术，恐怕全世界都得为他干一仗。见状，周德厚立刻上前一步，冲着众人大声喝道：这件事暂时设定为最高机密，谁敢乱传，以间谍罪论处。项目组现在立刻按照全新的精准度给我制作一批芯片出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成果。话落，周德厚却冲着他招了招手：小雪，你先别走，你还记得那个修理店在什么位置吗？记得。那行，你带我过去一趟，
我想见识见识这个老板。你在外面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把这个东西修好的话，那他想要什么，我周德厚都满足他。几分钟后，终于等到了急匆匆跑过来的周德厚。可当他看见周德厚怀中抱着的东西时，心中顿时咯噔一声。这不是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吗？院长不会是要让那个老板修理这玩意儿吧？这能修好吗？不久后，两人便开车来到了我的店，一进门便熟络地与我打起招呼来。老板，好久不见。哟，这次还多带个人，这是找我茬来了？不是老板，您别误会，您修理的东西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我的一个长辈，他听说您手艺高强，也想让您帮忙看个东西。既然对方不是来找茬的，那就放心多了。既然是回头客的话，就给你个面子，把东西拿出来，我看看怎么个事儿。而周德厚自打一进门就打量着店内的环境，这里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破。他本来以为一个能修理光刻机的地方，最起码有点专业性的设备，可这里不光没有任何专业设备，反而比一般的维修店都要破上不少。听见我的话，周德厚也打开了手中的箱子。老板，您看看这个能修吗？我装模作样的拿起芯片研究了起来，实际上内心开始疯狂的呼喊系统。系统，赶紧扫描。检测到可修复物品南斗3号卫星导航芯片，军用加密版，损坏程度 92%， 主逻辑门节度过载，数据缓冲器失效。军用的，一进门就知道这老头不一般，没想到居然还是军方的人啊！看样子自己应该是被上面盯上了。小兄弟，这个芯片是……这不就是南斗卫星的导航芯片吗？主逻辑门炸了，连带着数据缓存区也废了，应该是瞬间的强电涌干的。你们这防护措施做的不行啊！话落，整个修理店内瞬间一片寂静。周德厚那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神之中，头一次露出了惊世骇俗的神色。看来这小子还有点东西啊。那老板，这个东西你这里能修吗？能修，不过这钱嘛……随即我抬起5根手指头，在周德厚的眼前晃了晃。周德厚见状，心里都快乐疯了。50万，别说50万了，就算是5000万，那也绝对是值当的。好，扫码还是现金？不是50万，是500块。什么？500块？500块，连装芯片的盒子都买不来呀！这个价格简直就是对国家尖端科技的侮辱啊！爱修不修，你们这帮搞科研的人，钱来的就是太容易了。就500块，多一个子儿我也不带修的。修，老板，我们修。急忙掏出手机，对准了收款码扫过去。周德厚这时候有些无语，眼睁睁地看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战略级顶尖芯片，就这样被一个年轻人以500块钱的价格给接了单。切，如果不是看在老顾客的份上，这个活我还不爱接呢。你们以为我缺这500块钱啊？真有意思。然而周德厚的脸色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绿。你管这做小意思？这可是整个南斗卫星的核心部分。这一家伙刚才还挺正经的，怎么一转眼变得这么中二了？院长您别着急，这个老板人就这个样子，本事大的人脾气也怪。我可不管脸色变成了猪肝色的周德厚，转身到了角落，然后将另一个小箱子提了出来。箱子打开，周德厚心脏都快从嗓子眼里面蹦出来了。一把不知道从哪个牙科诊所找来的老式手钻，一个老式的夹板，还有一个像是手摇的咖啡机，这几样东西加一块，卖给收破烂的都不止5块钱啊！周德厚实在是有些忍不住，颤抖着双手指着那一堆破铜烂铁，声音颤抖道：“老板，你不会是要用这些东西修理我的芯片吧？”怎么嫌弃我的家伙事儿啊？那你们自己拿回去研究吧。我这小修理店容不下你们这尊大佛。我瞬间不乐意了，直接将工具一扔，坐在了椅子上。修，老板，我们修。你看我们钱都付了。见状，急忙当起了和事佬。周德厚憋得满脸通红，却被沈清慈给硬生生的压了下去。我白了周德厚一眼，紧跟着将夹板缓缓地夹在了芯片上。与此同时，沈清慈十分熟练地拿起我的特殊放大镜，透过放大镜，周德厚和沈清慈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这是什么技术？你这是在给芯片做烫发呢？周德厚浑身汗毛都炸裂了起来，只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科研白干了。夹头发的夹板能修理芯片，那自己学了那么多的东西算什么？早知道这样，自己上超市20块钱买个夹板得了呗，500块钱都省了。小雪，你确定它是这么修好的光刻机？这简直就是在哄小孩啊！咋看这也不像是修东西啊。对啊，院长，你看那个粉末，
这个技术叫超声波雾化悬浮。超声波雾化悬浮，这是什么技术？这玩意儿书上有吗？我懒得搭理他俩，拿起牙科的手钻，粘着粉末修复芯片破损的地方。这一套流程和修补光刻机模块大同小异，只不过材料上却大有不同。一道道肉眼难以看见的电弧，从针尖跃迁到芯片线路上，精准地修补着每一处塌陷下去的地方。这可比手撕嘎子离谱多了。好了，完事儿了。这就好了。这可是南斗卫星导航的芯片啊！你这才多长时间就修好了？哪怕是放在专业机构，没个几个月的都想不出方案来啊！那不然呢？敲锣打鼓捡个彩，再让你们领导讲几句。周德厚现在是真想骂人，这小子能力挺强，就是这个嘴是真毒，一句话给他怼得一口气都上不来了。看着我将各种工具随手扔进了箱子，那随意的模样，简直就像修了个不亮灯的电饭锅那般简单。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席卷了周德厚全身。我一定是疯了，要么就是在做梦，这怎么可能啊？周德厚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了起来，看上去仿佛呼吸都有些不顺畅。院长，你没事吧？哎，我就给你们修个东西，你可别死我这儿啊！我还要靠这个小店养活自己呢。没事。周德厚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院长，你要习惯，这就是老板的常规操作。常规操作？小雪呀，你知道他这一套流程下来对我打击多大吗？咱们整个龙科院几百个专家耗尽了心血都没解决的问题，让他拿几个破牙钻和烫头发的夹件就给搞定了。老头，东西我已经帮你修好了。另外，你们那个跃迁算法有点低级，我帮你们改了改。还有那个底层的龙子数量不够多，排列也有问题，我也帮你们调整了一下。举手之劳。看着周德厚恢复如初，我这才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说道：“本来还想让周德厚加200块钱的，但看着他刚才都差点背过气了，还是算了吧，别真把老头给交代在这里。”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不光修理好了芯片，还给优化了算法，重新排列了灵楼布置，这真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好了，芯片拿回去吧，这次我就不让你们加钱了，你们占了大便宜。现在跃迁频率应该更稳定了，计时误差理论上能再降低1到2个降疗级。具体多少我没法细算，你们自己拿回去测吧。周德厚再也承受不住了，眼珠子一瞪，双腿一软，直挺挺地瘫倒在地。另一边的龙科院1号无尘实验室内，人影交错，每个人的脸上都严肃的，仿佛在打一场仗。光刻胶涂层均匀度检查完毕，误差在允许范围内，眼模板校准中，目标精度提升1%，正在重新计算对位参数。真空府气压稳定，已达到预设值。一道道汇报的声音此起彼伏，声音之中充满了急促。首席工程师何之恒正死死地盯着大屏幕，听着耳麦中不断传出来的声音。1个百分点的提升啊！最离谱的实验，只要确认了它的存在性，那么华夏从今往后就能在光刻机的精准度上狂甩国外几条街了。一个修理摊子修出来的东西，仍然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启动曝光程序。何之恒通过对讲机下达了最终命令，而后一声轻微的闷响响起，光刻机开始运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成败在此一举。数据在大屏幕上疯狂地滚动着，每一个字符都仿佛每个人的心脏在疯狂地跳动。曝光完成，显影清晰烘干，每一步都堪称教科书式的完美。当那片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晶圆被机械手臂送入检测台时，何之恒的心脏几乎都快停止跳动。检测结果完美，所有单位项目正常，结构完整，实际精准度对比提升1.2%。整个实验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仿佛木头人一般被定了身。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吗？众人大笑着，但泪水却宛若泉涌一般肆意的流淌。何之恒呆呆地盯着大屏幕上那个1.2%，身体遏制不住地颤抖着。读了这么多年书，学到的知识被一个搞家电维修的攻击得体无完肤。与此同时，华夏高层的会议室内气氛有些凝重，10几米的会议桌坐满了人，这些人都是华夏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周德厚的报告大家看过了吧？都谈谈想法吧。宋明远敲打着桌面，声音有些温怒。众人的桌面上摆放着一份来自龙科院第7研究院的最新报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周德厚简直就是在胡闹。C7 光刻机校准模块，那是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放眼全球能够修复的国家也屈指可数。他倒好，拿给一个家电维修去修理光刻机模块，真把光刻机当成电视机了。严老直接拍而起，脸上满是愤怒。我同意严老的看法。报告里面写着什么祖传手艺，民间高手，他以为这是在写武侠小说啊。我看他周德厚是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我们被西方国家砍了这么多年脖子了，大家心里着急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保证头脑清醒。周德厚这是在虚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职了，
而是严重违纪了。会议室内的气氛越发的浓重起来，几乎所有人的意见都非常的一致。宋明远听着众人的议论，眉头皱得更深了。他了解周德厚是个严谨到极致的科学家，绝对不会是信口开河的人。周德厚院长在科研领域的贡献，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或许这件事情有其他缘由也说不定。能有什么蹊跷？我看最大的蹊跷就是这份报告本身。我认为应该立即停止第7研究院的所有研究项目，并且派遣调查组进行调查。我复议，我也复议。宋明远看着众人群情激愤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这次你周德厚算是踢到铁板了。就在此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门口的秘书急得满脸通红。宋部长，第7研究院又传来一份加急报告。又是周德恒，他有完没完了？是不是下一份报告要说他造出高达了？严老冷哼一声，脸色越发的难看。报告显示，第7研究院刚刚研发出来了一款新型芯片，采用的是全新的刻度标准。全新的标准有多新？报告显示，比我们之前的精准度要提高了1个百分点。话音落下，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紧跟着气氛瞬间炸了。1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赶紧把报告给我！严老一个箭步飞身，直接将报告拿了过来。他仔细的看了几眼之后，整个人都遏制不住的颤抖了起来。怎么了？严老，你没事吧？这些数据没问题，但这怎么可能呢？人可以撒谎，但数据不行。他从事科研这么多年了，哪个数据出了错，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份报告上的数据完全属实。我就说，周德重这么多年的院长了，一定不会违规操作的。可是这件事情太过于蹊跷了。难道说是他们先前积累的某种刚好达到巅峰，然后机缘巧合之下突破了？巧合？1个百分点啊！您管这叫巧合？宋明远没有搭理众人的争吵，他急忙拿过那份报告，详细的查看了起来。片刻之后，他的目光在 1.2 的突破百分点和全新芯片上面反复停留。诸位，这份报告上的数据无可厚非，这也就说明周德厚的那份报告绝不会是假的。但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家维修店身上。宋明远深呼吸一口气，脸上的神色有惊喜，但更多的是茫然。家电维修、民间高人还是祖传手艺，这些字看起来都很正常。但他一个家电维修居然能维修光刻机，最重要的是他还修好了。宋部长，我怎么感觉这不是真的？那可是光刻机模块啊，怎么可能出自一个家电维修店啊？光刻机模块啊，那是核心中的核心，全球能修复的国家都屈指可数。或许这是周院长在掩人耳目，也许那个什么家电维修店是周院长的一个秘密基地。又或者周院长是在掩盖什么真相？一名名院士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会议室内顿时又吵闹了起来。芯片的成果让他们震惊不已，但他们越是震惊，对这个家电维修店就越是好奇。这个家电维修店，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这样，小李，你帮我安排几个人去找一找这个维修店，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个地方。记住，一定要小心点。第二天，我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才又打开了店门。昨天周德厚在自己的店里直接昏倒了过去，还好救护车来得够快，否则的话，自己赚的几百块钱都得搭进去。两个中年男人便径直走进了店里，哥俩身姿挺拔，面容严肃，虽然穿着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但浑身上下那一股气质和普通人完全格格不入，就差把便衣2字写在脸上。你俩在拍谍战电视呢？两人进店后，直接朝着四周围观望起来，那模样根本就不像是来修理东西的。好家伙，昨天自己才送走一个，今天又来了俩，自己这小店都快赶上网红打卡点了。哼，老板，刚营业呢？营业？当然营业了。二位老板要修什么？是进口洗衣机不转了，还是双开门制冷冰箱不制冷了？老板，你看这个东西能不能修一下子？其中一个男人将一个小玩意放在柜台上，那玩意方方正正的，没啥宝贵的包装。这啥玩意儿？老式的 MP3？ 还是老式充电宝？对，这就是个老式的音乐播放器。老板，你能修不？音乐播放器？你家音乐播放器长这模样啊？真是糊弄鬼呢呀！刚才哥俩一进门，我就已经将对方身上带电的所有物品尽收眼底。眼前的这玩意儿名叫黑哥军用加密器，故障原因为非标准断电而导致安全锁死。这哥俩果然不是来修东西，是来摸底的呀。这玩意儿看上去年头不短了，修起来有点麻烦。这种老玩意儿啊，最考验手艺了。很多时候不是它出了毛病了，
而是闹脾气了。我拿着窃听器掂了掂，二人面面相觑。对于我这种故作玄虚的做法，显然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这次我连打蛋器都没有拿出来，只是用手指头在窃听器上敲打了几下，声音富有节奏且缓慢，看上去就只是在普通的敲打，但现场的两人却已经汗流浃背了。他敲的是紧急系列重组。我听见了，这是国家级的窃听器。这种序列重组本身就是为了在不暴露之下毁掉内置感应器，但一个修理家电的老板怎么知道这么做能修好？就在二人心中掀起万丈波涛的时候，我手中的窃听器红点闪烁了起来。行了，搞定了。我就说这种玩意儿就欠收拾。20，扫码还是现金？我将手中的窃听器直接扔在了桌子上，冲着二人伸出2根手指头，哥俩彻底的愣住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什么？不是说过了吗？祖传手艺，我爷爷当年就是靠着这一手绝活，把村里拖拉机的便秘给治好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二位老板，你们拿这个窃听器告诉我说是 MP3，这不厚道吧？窃听器，我要是真给你们把这玩意儿当成音乐播放器拆了，整坏了算谁的？闻言，二人的头发瞬间竖了起来，身体宛若遭雷击一般过电。他们以为这个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可结果人家从他们一进门就明白了。那啥，我们俩……哥俩早已汗流浃背，脸憋得一个比一个通红。行了，别废话了，20块钱赶紧转。你们两个别想赖账啊！我这里可是全程监控。给，我们给。哥俩连连点头，旋即掏出手机，急忙扫了20块钱。行，你俩还有事吗？修完了还不走？我查看了一眼到账信息，旋即奇怪地看向二人。走，马上走。两人拿起窃听器，逃也似的离开了小店。哟，哼，我还切可闹呢。然而刚走出距离小店不远，哥俩就坐进车内，大口的喘息。宋部长，是我们。情况怎么样？那个修理店存在吗？找到是找到了，店也的确存在，只不过这人有点邪门，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邪门。我们刚一进门就掉进了他的圈套。他不仅直接把我们要修理的东西看穿了，甚至还知道加密的解锁方式，知道咱们加密的解锁方式。这怎么可能？那窃听器可是最高级别的，研发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各个国家之间的特工工作，你和我闹呢？宋部长，我的话句句属实，这个修理摊老板的确有些邪门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啊。行，你俩先回来。是。医院内，消毒水的味道充斥着周德厚的鼻腔，心电监护仪正发出有节奏的微弱声音。院长，你醒了。芯片，我们的芯片呢？芯片在呢。赶紧将小箱子拿了过来。周德厚急忙看了一眼，里面安然无恙的芯片，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我要出院。院长，医生说您现在的身体不能出院，需要静养。不行，眼下正是关键时刻，我必须出院。周德厚十分固执地挣扎着起身，急忙换好了衣服，怀里紧紧地抱着南斗卫星的芯片。曾经这就是个破烂玩意，但现在这是他的宝贝疙瘩。去开车，马上回去。很快，第7研究院的大楼近在咫尺了。车辆通过层层安检，稳稳地停在了办公大楼门口。车子刚停下来，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研究员便冲了过来，脸上满是焦急之色。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院长，中枢系统的人来了，现在就在实验室里。走，去看看。中枢系统，他们怎么会突然来第7研究院？好像是说来检查一下咱们光刻机研发出来的新精度的芯片，关于那1%的精准度，他们不太相信，所以亲自来查验了。你说什么？1%的芯片研发出来了？闻言，周德厚眼珠子都快蹦出来。是的，研发出来了，在您和赵组长离开没多长时间就搞定了。好啊，可谁让他们把报告递交上去的？通常来说，上交报告必须是万无一失的。这芯片刚搞定，就火急火燎的给中枢系统上交报告。这要是临时出点什么意外，那就是谎报科研数据，和军情谎报同等级别的罪名，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行了，你马上安排个项目的人，凡是参加过新品研发的人员，全都给我到实验室集合。说罢，周德厚扭头便朝着实验室冲了过去。巨大的无尘实验室内站着一群人，正围着光刻机指指点点，为首的正是中枢系统中的严老。校准模块的反馈回路被优化到了极限，光路补偿路径也做了重新规划，这简直是鬼斧神工啊！关键是这些优化都是在原有构架下完成的，没有破坏任何基础协议，这怎么可能啊？周院长，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实验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光刻机就先不说了，就说你们的这个芯片，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构？周德厚闻言，满腔的客套话瞬间消声了。解释？他解释个毛啊！他连芯片研发出来了都不知道咋解释。严老，诸位院士，
这个东西解释起来有些麻烦，咱们不如直接上测试数据吧，那个更加直观一些。什么样的解释都不如正儿八经的数据来得更加有冲击力。随着一枚新研发出来的芯片被小心翼翼地夹了起来，放入平台的测试卡槽内，嗡的一道声音响起，卡槽自动锁死。环境自检开始，真空环境正常，温度恒温定在 21.5 摄氏度，电磁屏蔽已开启。先进行基准校纯精度测试，校准模块响应时间 3.8 纳秒，运行稳定。光路偏差修正率每秒 12.5 微米，超过设计指标 1.2%。听着各单位的情况汇报，现场的人群之中立即出现了一阵骚动。仅仅只是一个基础的数据，就已经让他们大为震撼。严老，这个数据已经非常惊人了。咱们正常光刻机的校准模块原设计修正率正风点是 12.1 微米。严老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看起来波澜不惊。基准测试通过，开始第2阶段的高强度负责测试。周德厚同样的面无表情，但他遏制不住颤抖的身体，早就将他此刻焦躁不安的内心给出卖。指令输入完成，全息投影立即出现了宛若洪水一般的数据，疯狂地涌入了芯片之中。这一测试是在模仿光刻机，在极限的条件之下进行超高精度的曝光状态以及复杂运算状态。芯片占用率 99.6%， 温度开始上升了，45度、67度、70度了。成败在此一举。实验室内一片寂静，只有众人疯狂吞咽口水的声音不断的响起。在以往的测试之中，芯片一旦超过了安全温度，将会直接启动自我保护，频率降低，校准性能也会大大的减弱。然而此时此刻，全息屏幕之上，校准响应时间数据却丝毫没有落下，依然稳定的维持在 3.8 纳秒。温度稳住了，已经76度了。这怎么可能？它的散热功率是怎么稳住的？这不符合我们的设计方案啊！严老和众人面色凝重地看着全息投影，这已经颠覆了他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念。周德厚此刻突发奇的想要玩一波大，好好的让中枢系统这帮领导们开开眼。全体都有，准备最终测试，模拟光刻机在极限震动、高热以及复杂电磁干扰下的运行状态，进行超精密校准与纠错测试。院长，极限震动和强电磁空扰那是最高标准，没有任何一枚芯片能扛得住，会瞬间烧坏的。老周啊，我们已经看见了全新芯片的成功之处了，你不用再测试了，这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周德厚此刻就像是疯了一般，根本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哪怕是严老在，但这第7研究所是他周德厚的地盘。你们没听见我的命令吗？立即执行！我说了不许测，我看你们谁敢动！严老这事是真急了呀！这么好的芯片，如果因为周德厚突然间增加上去的难度整坏了，那他们这帮人都心疼死。负责测试的各个单位的众人纷纷双手悬空，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了下来。中枢系统的严老不让测，但周德厚偏要测。一个是比研究院规格还高的中枢系统，一个是他们的直系领导，得罪哪一个都不好整啊！测。是。各单位的科研人员不敢违抗周德厚的命令，刚刚才停止运转的光刻机又启动了起来，屏幕上的全息投影数据再次疯狂的滚动。周德厚，我告诉你，这次实验如果失败了，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周德厚宛若没听见一般，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屏幕。全息投影的屏幕上，代表校准偏差率的数据不断的上升起伏着，代表着芯片在极端的情况之下维持光路校准。突然间，全息投影上面出现了最终的偏差概率，一连串的00偏差0失误，众人顿时都瞪大了眼睛。我是眼花了吗？重新测试，再来一遍。闻言，严老脸色憋得通红无比，牙齿都咬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周德厚这个老家伙是非要把这个芯片搞坏了才肯罢休吗？这次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丝毫的犹豫，全息投影再一次运转了起来，最终的结果依然是0，一遍、2遍、3遍，每一次的测试结果都是0。老天爷啊，5遍了！咱们以前的芯片连1遍都无法承受啊！疯了，周德厚一定是疯了！这真是一个修家电的给修好的东西，简直就是奇迹啊！严老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周院长，你到底是从哪里找到了那个能把光刻机运用到这种地步的神？够了吗，严老？我们的芯片能不能符合你们的标准？够了，够了，周院长，太够了！那之前您说的让我去军事法庭的事儿，周德厚这回也有些小肚鸡肠了起来。第7研究院放眼龙国，根本就啥也不是。中枢系统的人为什么会过来？还不是信不过自己？测试一次你信不过，一下给你干了5次，你信不信？你看你，周院长，咱们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较真呢。那个谁，你去我车里后备箱，把我那个上好的大红袍拿来，给周院长尝尝。周围的众人都看傻眼了，整个中枢系统谁不知道严老的脾气大？周院长，这是咱们5次测试的详细数据报告，请您签字。我来，这点小事儿怎么能麻烦周院长呢？严老连忙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一叠文件，细细的查阅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也越发的浓郁。5次的测试数据都是不同的结果，这芯片的稳定率怎么还能持续上升呢？
真是活见鬼了！看看这反馈曲线，严老看着那一叠数据，越看心里越美得慌。这样的数据要是多一些，还有鹰将过什么事？老周啊，哥们儿问你个事儿，这玩意儿真是那个修理家电的老板搞出来的？严老美美的将资料塞进自己的公文包内。怎么还是信不过我？不是不相信，主要是这个事儿吧，他太匪夷所思了。最起码你也得告诉我他用了什么材料，这对咱们的科研事业也是一种贡献。行吧，那我给那个老板打个电话吧，你们都别出声了。陈老板啊，没打扰到你吧？我是那个沈清慈的叔叔啊，我那天下午在您那儿修过东西的，您还记得我吧？哦，是你啊，病好了，打电话干啥？讹我来了？没有，我就是来和你报喜来了。你修好的那个光刻机的模块啊，特别好用啊！你这不是废话吗？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为了给你修理那个扬刻机，我还专门从老干妈盖子上抠下来锡，碾碎成粉末焊接的。啊，我本来打算用动物饼干的盖子来做的，只收几百块钱，算是便宜你们了。闻言，现场的众人都愣住，这都哪跟哪儿啊？老干妈的盖子都能搞光刻机技术，一个卖辣酱的技术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陈老板能修理光刻机的方法还真多啊！我头一次感觉光刻机这玩意儿咋这么廉价呢？啥玩意儿的盖子都能抠下点东西来修一修。不是我说，大叔，你有事没事啊？我这边还忙着呢，隔壁刘婶还等着电磁炉炒菜呢。没事了。周德厚话音刚落，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整个实验室都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那个老板最后说了句啥？他说他要修电磁炉。他能修光刻机，为啥要修电磁炉啊？周德厚喉咙猛地窜动几下，艰难地回答道：“他说邻居刘婶炒菜等着急用。炒菜。”严老眼神呆滞地重复了一遍，紧跟着整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直挺挺地倒下去。送医院，快送医院！十几分钟之后的医院病房内，医生，病人怎么样了？问题倒没多大个问题，就是急火攻心，血压飙升的有点厉害。你们干什么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可不能干那刺激的事儿啊！闻言，周德厚心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刺激的事儿，还有什么能比光刻机是用老干妈盖子修好的更刺激？是啊，这简直就是颠覆了所有的科学理念了。这个修家电的到底是个什么人啊？周院长，我们能再联系一下那个老板吗？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哪个牌子的老干美的盖子能修理光刻机？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周院长，你可不能藏私啊！这是对我们整个华夏都有益处的事情。你放心，功劳都是你的，我们不和你抢。我没说你们抢功劳，只是这老板脾气不是很好。咱们这些人身份再不一般，在人家眼里根本就啥也不是。你们等我找个好点的机会，我会说服他为国效力的。众人见状也不再说什么，纷纷点了点头。午后的阳光懒洋洋的，结束了一上午的工作。嘴里叼着牙签的我，双手枕在椅子上晃悠着，想着今天吃点啥。就在这时，门外忽然间传来了一阵亲切的呼唤声：“小陈啊，小陈，还没吃饭呢吧？你瞅瞅这电磁炉修好了就是快呀！大妈刚做的红烧肉，你快尝尝。”哎呦，谢谢大妈。要论做饭的味道，饭店里800种调料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如家里只放盐和老抽做出来的香。是大妈谢谢你啊，每次修理东西都不收钱。今天要不是你啊，大妈连饭都吃不上了。你那手艺啊，比那官方售后都好使呢。刘婶一边说话，另一边的中枢系统宋明远办公室内，两名男子站在宋明远面前，脑袋都快低到地上去了。宋明远坐在办公桌后，后背挺得老直溜，他的面前摆放的正是被我修理好的黑鸽窃听器。这可是军用级窃听器啊，保密序列位于甲等级别，核心技术更是咱们各个研究院改了许多遍才改好的。就让一个修理店的小老板干破译了，他用了多长时间？5分钟。不对，6分钟。军用级的窃听器啊！你和我说他整这玩意儿的时候，啥工具都没用。你瞅瞅我像个傻子吗？这不是纯扯淡的吗？是真的，部长。我们进去说的是音乐播放器，但是对方却直接拿起来就敲响了最高机密的重启序列。我们费劲锁死的黑鸽系统也让他给激活了。他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修家电的最高机密序列，不用任何仪器就用一根破手指头给敲出来了，怎么听着这么科幻呢？整个办公室内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宋明远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呼吸均匀，脑子却是飞速运转起来。店铺呢？店里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也没有吧，好像就是一家十分普通的修理店，里面遍布油污、零部件、电导体，而且十分的杂乱。我们一进门就对店铺进行过反复的检查了，没有发现任何的隐藏暗格或者高精尖的设备。宋明远深呼吸一口气，眸子之中满是失望之色。一个能随手破译黑鸽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待在一个杂乱的修理店内，这本身就挺邪门的。难道说这人是周德厚隐藏的一张王牌？那也不应该啊，他如果真的是周德厚的王牌，周德厚也不会把他汇报上来啊。就在办公室内的气氛凝重的快要滴出水来之时，房门突然间被人一把撞开。宋部长，快看，成了！周德厚没骗咱们，那1%的精准度是真的。你们这报告哪儿来的？宋明远接过那一叠报告，看了几眼之后，
瞬间皱起了眉头。严老带着我们去了趟第7研究院，这份报告就是从那里拿回来的。怎么样，宋部长？有了这份报业单，咱们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华夏在光刻机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了。严老呢？他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严老住院了。住院了？啥病啊？没啥病，就是看见报告太过兴奋，抽过去了。用医生的话来说，就是兴奋过头了，血压飙升。宋明远算是彻底的无语了，堂堂的刘老竟然也被这一张芯片报告给打败了。看样子华夏冲破西方国家反制的日子来临了。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喂，赵虎将军啊，霍霄，我知道啊。不行，这绝对不行。赵将军，我知道你们都想抓住霍霄，但是你这不是违规吗？不行，绝对不行。电话刚一接起来，宋明远便连连的拒绝道，脸上的表情一会儿比一会儿更加的难看。老赵啊，这件事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帮不了啊。那霍霄可是6边形战士啊，在军事演习中，霍霄就是所有指挥官的噩梦。这个人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战术刁钻到令人发指。去年赵虎的一个精锐装甲师，连演习区域的一半路程都没走完，就被导演部通知判定全员阵亡和霍霄演习。最大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老宋啊，这次的演习主要是针对未来高科技战争的模拟和反制，我们总不能拿着昨天的部队去打未来的战争，所以你得帮我这一把。这次我一定要捉住霍霄。老赵啊，这不是我不帮忙，部队有部队的规矩，科研院有我们科研院的规矩，咱们是2套系统，你不能拿着科研院的东西去部队打擂台啊。宋明远满脸的肌肉都在颤抖着，这要是真帮了，那他罪过可就大了。演习部指定是要鉴定武器装备，到时候怀疑到自己头上只是时间问题。规定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老宋部长，你就帮我这一次，我那新训练出来的好兵送你几个，给你站岗，还有我20年的陈酿茅台也给你拿几瓶。站岗我有警卫员，酒我也不缺。宋哥，叫你宋哥行不行？什么激光武器、电磁脉冲的，你给我来点，我也不让你太为难，哪怕是你们实验室里面稍微有点苗头的原型机都行啊。赵虎的声音都带着几分恳求，宋明远的脑门也开始冒汗了。他知道军演在部队里代表着什么。你从我这里搞到装备了，那就失去了演习磨练的意义了。我说宋哥，霍霄的战术那叫磨练吗？超音速导弹、无人机蜂群，整得跟科幻片一样。我这边雷达都不带显示的，就被导演部通知演习结束了。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来几个精准制导芯片，我自己装带头上去行不行？不行，赵将军，这是原则。宋部长，你真是好样的，那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赵虎直接把电话狠狠地挂断了。宋明远抱着盲音的听筒也愣住，完了，这回彻底的把赵虎给得罪了。第7研究院实验室内，机器的轰鸣声和身着研究服的众人来来往往，行色匆忙。周院长这是要干啥呀？咱们研究院有这么多项目吗？不知道，好像是周院长把南斗3号给修好了，要测试一下性能呢。南斗3号不是航天系统部报废项目吗？周院长上哪儿修好的？不会又是那个修理店吧？那个修理店难道连南斗3号都能修？下面的人有些懵逼了。自从那个莫名其妙的修理店出现之后，他们的工作就像是做不完一样。以前机器还能歇一歇，但现在机器都不带停的，人都得连轴转。哎，你们几个聊啥呢？赶紧的吧，周院长要来了。话音落下，周德厚便从大门走了进来，他一身防护服，怀里抱着个小箱子。吴正，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报告院长，一切准备就绪。好，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高精度原子钟同步芯片的测试正式开始。南斗3号芯片准备就绪，目标锁定完成。模拟干扰信号启动，强度5级。只是在干扰信号报告的时候稍微卡顿了一下，5级干扰，这几乎是在模拟战时最恶劣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之下，足以让任何顶级的导航系统完全变成瞎子。好，那开始吧。伴随着周德厚的命令下达，一架无人机开始进行移动，在投影的侧面是无人机的所有详细参数，紧跟着整个投影中的环境发生巨变，各项数据开始疯狂飙升，无数杂乱的信号错综复杂，直接将无人机笼罩其中。刚刚还稳稳的无人机，此刻摇摇晃晃起来。警报！无人机的航线已经偏航。周德厚看着屏幕上的数据，脸上的表情有些失望。失败了吗？果然啊，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公平的。陈远洲能够修好光刻机已经是最大的极限，现在让他来修理南斗卫星导航系统，显然还是有些专业不对口了。不过能把光刻机修理好，这一项能力就已经是非常的逆天了。但就在周德厚低头失望的片刻，现场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惊呼声。他猛然抬头看去，只见全息屏幕之上竟然出现了第3个数据。根据名称显示，那是来自于芯片自己的数据算法。他将无人机的数据死死地按住，然后自行又捆绑了一套算法，最终大屏幕上的数据稳定地一动不动。无人机在天空之中安然无恙地盘旋着。这是什么？咱们南斗卫星里面有这玩意儿吗？南斗卫星里面没有，但陈老板那里有。周德厚露出一个极其得意的笑容。当时我就说过了，把里面的算法改了改，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我的随便改改，竟然是能让无人机在5级的干扰环境之中生存下来。这小子的脑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如果能够将他给带到我的研究院的话，那我还不得起飞了？这老板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东西都能修的吗？众人顿时纷纷好奇起来。光刻机模块少了人家整好了，现在南斗3号芯片人家也整好了，而且经过我手的东西比新的都要好使。伴随着一道道振奋人心的汇报声响起，现场顿时沉静一片，所有人都愣住。这一组组的数据代表的不仅是南斗3号的成功，更是华夏科研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突破。而周德厚也在手机上按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喂，陈老板，是我，南斗3号的芯片。就是你差点死我店里，你打电话来干啥？讹钱来了？不是讹钱，我是想告诉你，你修好的那个芯片现在稳定在了毫米的%之内，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啊！还有啥事儿？周德厚兴奋地说了一大堆，对面的我却没有半点兴奋的意思。陈老板，你就不惊讶吗？这数据惊讶？我为啥要惊讶？你以为我是江湖骗子啊？我有节操的好吗？你以为我白拿你那几百块钱呢？陈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好，挂了。周德厚有些懵逼了，他怎么感觉这是我给他设下的一个圈套？院长，你没事吧？没事，把芯片给我装起来，我要去一趟航天部。南斗3号就是从航天系拿过来，当初他们说着这玩意儿修不好了，所以给周德厚试试运气。另一边，一辆军车风驰电掣，目的地也是航空系统。后座上，赵虎那张脸阴沉的都快能滴出水来了。老宋这个榆木脑袋，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了见死不救，你不帮忙是吧？行，那我就直接来航空系统部找郑启文，这里可是专门玩天上的那些东西的地方。想到这里，赵虎心中的希望又多了几分。航空系统部大楼人影交错，忙碌的一塌糊涂。郑启文的办公室不像是个办公室，更像是一个战争时期的指挥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来来往往的人群宛若菜市场一般热闹，每个人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就差在脸上写个急字。部长，这份无人机引擎报告需要您签个字。你等等，部长，3号发射基地的线路改进方案需要您看一眼。郑启文坐在椅子上，一手拿着电话，一边眼睛还得盯着送过来的文件。他现在都想化身成哪吒了。这时门口忽然间传来一声兴奋的声音：老周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什么风？南斗3号芯片的风呗。怎么样，看一眼，我给你把南斗3号修好了。南斗3号那个项目不是报废了吗？你上哪儿修的？这玩意儿的性能现在可是哇哇叫啊！我们实验室已经给你做了初步的验证工作了，定准度、抗干扰能力绝对都能让你大吃一惊。行了，老周，我现在没时间和你扯淡，你看看我这边的文件都快堆成山了，你自己随便看看吧。今天没时间和你折腾了。我真给你修好了。周德厚顿时是眼珠子一瞪，不乐意了。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南斗3号这个项目早就被上面判了死刑了，修复需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而且最终不一定能保证完成。可我真修好了，你看一眼再说话行不行啊？行，你们第7研究院最牛了，但是现在我要批改文件了，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拿走。你要是真修好了，这个玩意儿就送给你了。郑启文直接一把把箱子推了出去，周德厚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一股火气从脚底升腾而起，直冲天灵盖。紧跟着他一转身，提着箱子离开了办公室。与此同时，办公大楼内又一道身影走了出来，赵虎和警卫员两个人的脸一个比一个黑。这郑启文怎么和宋明远一模一样？什么原则问题，简直比宋正远还难搞。自己威逼利诱都用上了，可是郑启文愣是不吃这套。南斗3号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两人刚走到院子里，就听见了有人骂骂咧咧的：南斗3号不是前些时间一个雄心勃勃但是最终被终止了的高精尖端项目吗？赵虎一扭头，刚好对上了周德厚那一张比鬼怨气还重的脸。这位先生你好，你刚才说的是南斗3号吗？周德厚闻言一抬头，顿时愣住。好家伙，这人自己虽然不认识，但是那肩膀上的小星星自己却看得清清楚楚的。首长好，就是南斗3号，这是我们第7工学院刚刚修复好的南斗3号芯片，但是郑启文那个老家伙不识货，非说我这南斗3号是假的。周德厚急忙冲着赵虎敬了个礼，然后把他的小盒子摆了出来。南斗3号，我记得这个项目的确是报废了，那是以前，但我们研究院把这一难题攻克了。我们已经对芯片的技术进行了升级，目前精准度能精确到一只苍蝇，抗干扰能力超强，就算是天被捅破了，也能照样工作。最关键的是，它拥有独立运算法。周德厚可算是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接二连三的兴奋的介绍道：真有这么厉害？赵虎听得一愣一愣的，他是个将军，让他带兵打仗行，但是搞这科研数据，他是一窍不通。我哪敢骗您呢？这要是装在导弹上，指哪儿打哪儿；要是给单兵装备用上，深入敌后标记位置，随时和指挥部联系，多完美啊！赵虎此刻脸上的表情
从最开始的感兴趣变成了疑惑，现在是最后的震惊。他不由自主的呼吸有些急促了起来。他做梦都想着干死活肖，精准定位，超强抗干扰，独立通信通道，每一句话都精准无比的砸在了赵虎的心坎上。你能为你说的这些话负责吗？当然了，我是第7研究院的院长，我这么大个院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好，既然如此，我愿意拿出专项经费来，全力支持你量产它。如果这笔专项经费不够，我会给你申请一批补充经费来推进研发。但是我们部队必须要第一个试用，而且短期内你们不能给别人使用。那啥，将军，量产还不行，因为咱们这个芯片，它的加密河道和逻辑运算都是独立的，是全新的体系。它就是一把能打开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咱们现在只有一个，而且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把钥匙的内部构造。这枚钥匙最要紧的是，它需要和天上的卫星进行对接。你放心，我会向上面申请最好的科研院来帮你的忙。我就不信咱们泱泱大国有成品，还没办法破译这么个小玩意儿。不行的，将军，科研院办不了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咱们整个国家的科研院，你说哪个我就去找哪个，还办不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赵虎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在他的眼中，有了成品了，那就是有了作业了，有了作业了，你抱着抄不就完了吗？将军，这个事儿科研院真办不了。那找谁办？家电维修摊儿。什么玩意儿？赵虎的声音陡然提高了数倍，他都感觉自己的听觉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了？科研院整不了的事，你要让一个家电维修摊整？你和我闹呢？这可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战略走向的顶尖项目啊！将军，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挺离谱，不过这事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走一趟您就知道了。此刻的修理店内，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我正拿着一把小镊子，夹着一个比大米还小的电容，正在给一台老旧的功放做替换。丁修复80年代功放一台，获得科技点2，当前科技点1940。伴随着我放下镊子，一道机械音响了起来。这都多少天了，修的东西不是电饭锅就是电磁炉。科技点长得比蜗牛还慢啊！上次修理光刻机和南斗3号芯片，看看人家那科技点长得多猛，照这个速度下去，别说是歼星舰的制造图纸了，连单兵外骨骼的零头都凑不够啊！就在这时，一辆军车稳稳地停在了店铺门口。赵虎看着眼前这条平平无奇的街道，眉头都竖了起来。将军，就是这里了。街道上略显杂乱，各种小商贩的叫卖声不绝入耳，人倒是不少，但看上去和其他小街道没什么差别。你把秘密基地放在这里，不怕暴露啊？咱们从哪里进？口号暗号是什么？秘密基地？将军，没有秘密基地，也没有什么入口，这里就是咱们要来的修理铺。周德厚，你是不是以为我和你闹着玩呢？南斗3号连科研院都搞不定，你给我带来这么个破地方，军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当我的时间打水漂呢？赵虎沉默片刻之后，瞬间是炸了。将军，你别激动，咱们的南斗3号就是在这里修好的，而且不光如此，前几天的光刻机精准度也是在这里调好的。如果这里整不了，那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能整得了。啥？还能修光刻机？赵虎瞬间愣住了，谁不知道光刻机这玩意难搞啊？这个破地方还能修理光刻机？他细细地打量着周德厚，对方可是正儿八经的第7研究院的院长，这么大的身份，不至于骗自己来这么个破地方。行，先进去看看，如果里面和你说的不一样，哪怕你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你下岗。赵虎整理了一下衣服，朝着修理铺走去。周德厚也是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旋即跟在其身后走了进去。丁检测到可修复物品：闪光3型战术手电筒、内部电路板短路、猎鹰单兵战术护目镜、热成像涂层脱落、蜂鸟微型通讯器信号接收模板损坏。几个人刚一进来，我便从赵虎身边那个人身上获取到了可修复信息。都是军用品啊，而且为首的男人一看就知道身份不低，应该是个军中大佬啊。老板，好久不见啊！大叔，很久不见了，身体怎么样？虽然自己不怎么待见周德厚，但是顾客就是上帝，该礼貌还是得礼貌点。身体好，芯片也好，经过陈老板修复的东西效果都不错，我们回去之后做了全方位的测试，性能比原版还要好不少。行了，你说点我不知道的行不行啊？一旁的赵虎看得直摇头，他本以为店主最起码是个40-50岁的男人，结果没想到就是个20来岁的毛头小子。本以为店里面会有一些特殊的精准仪器，进来之后除了一些铁锈味，还有空气中漂浮着的烧塑料味道。年纪轻轻油嘴滑舌，轻浮还自大，这样的人也是高人，简直就是胡闹。将军，这还没开始呢，你上哪儿去啊？周德厚，咱俩的账以后再算。哎，那个头，你那个警卫员腰上的战术手电筒电路板有问题，还有他身上的护目镜热成像涂层都秃噜皮了，晚上用和瞎子有什么区别啊？哦对了，他耳朵里面那个微型的通讯器
信号模板也烧了，不怕到时候炸死他？我的声音不大，但是却是清楚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尤其是赵虎的警卫员，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我。怎么回事？报告将军，手电是前几天训练的时候不小心弄坏的，护目镜和通讯器出了故障。我本来打算今天换新的，但是咱们突然更换路线，没来得及。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全给整坏了，让你出来是执行任务，逛公园呢，不上报不更换，这要是在战场上就是个活靶子。赵虎本来就在气头上，这个时候直接是指着警卫员的鼻子破口大骂。但是转念一想，赵虎的身体也呆住，他们从一进门什么都没说，这个年轻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你怎么知道的？赵虎这时候才后知后觉，那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多年来的征战让这个老兵身上的寒气瞬间迸发了出来，一旁的周德厚也瞬间吓了一跳，他怕赵虎一声令下，让身边的警卫员把我给提出来暴揍一顿。你见过谁家好人出来还带个保镖啊？其次，我不管你在部队里面是什么位置，但是这是我的店，在这里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不服气就滚蛋。闻言，周德厚彻底愣住。我去，陈老板，你要不要这么刚啊？这可是将军啊，人家只要愿意，别说你这个铺子，直接给你丢炼钢炉里炼的，你信不信？赵虎也惊住了，那一双眼神之中除了震惊，还有满满的不敢置信。这么多年以来，除了自己新兵连的时候让班长踹过几脚，还真没有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你怎么说话呢？这时一旁的警卫员忍不住，他握着拳头直接就朝着我冲了过来。我让你动了吗？滚回来！不等警卫员冲过来，赵虎便暴喝一声，警卫员脚下瞬间一滞，紧跟着退了回去。你们到底是来干啥的？我告诉你们啊，我这里是修理铺，不是擂台赛，想打擂台滚出去打去。我表面上淡定的一比，但实际上心里已经慌成狗了。这大人物的保镖是不一样啊，那宽松的衣服刚才瞬间肌肉就暴涨了起来，那一拳头要是砸在自己脑袋上，这部剧都得提前完结。是这样的，陈老板，咱们上次不是修了一个南斗3号的芯片吗？我们想请你把这个芯片装在弹头上，让这个弹头拥有定位功能，你看行不行？这么劲爆，你们要干啥？我一听也顿时来了兴趣，这可是个大活啊，用来打仗。我们蓝军有个叫霍霄的，你应该不陌生，我们回打回输，这次我们要赢一把，你能不能做到？赵虎一脸严肃地盯着我问道，只要我说自己不能，他就打算新账旧账一起算。做肯定是能做到，不过我需要这个数。我伸出5根手指头晃了晃，500块，行，我马上扫码。周德厚屁颠屁颠地掏出手机，就准备付款。什么500块？这次我要5万块。啊？为啥呀？以前不都是500块的吗？这次怎么涨价了？因为我瞅他不顺眼，敢对我动粗，5万都是少的。我抬手指向赵虎，眼神之中满是不忿。整5万就5万，整好了我再给你加5万。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到账声响，我算是接下了这个大单。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过这个活不能在我这里干，得去你们那里干。为什么？我那可是核心项目场地啊，谁知道你是干啥的？这要是泄露点什么核心信息，那不是出大问题了？不是，我说你这个家伙看上去也算是个大官，你不会是想让我把南斗3号装到子弹上面去吧？起码得有个炮弹吧？那是能在市区露头的玩意儿吗？这玩意儿一露头，我不得上新闻啊？这个赵虎再次吃瘪，只不过这一次他吃的是心服口服，光是想着把芯片装上南斗3号，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行，没问题。那你俩等等啊，我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我冲着二人说罢，便直接扎进了后面的储藏室。周德厚和赵虎2个人都愣住，二人本来以为我是要收拾行李啥的，结果我就带了一个破布包就出来。你就带这些东西？仪器啥的呢？仪器？要啥仪器？我的大脑就是最强仪器。我白了赵虎一眼，旋即扭头就出了店门。好吧，人家是技术人员，反正只要是能干趴霍霄，他说啥是啥。你俩腿着来的？车呢？没有飞机坦克的也得有个军车吧？有。周德厚急忙冲着警卫员使了个颜色，不一会儿，一辆普通轿车和一辆军车开了过来。不错，活这么大还没坐过军车呢。开路！2辆汽车在公路上飞驰，我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给常规弹头加装芯片，这个活可比修理渗化波有意思多了呀。常规弹头的飞行轨迹，尤其是在末端，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气流、温度、湿度、目标移动等等。所谓末端修复，就是在弹头即将命中目标之时的最后阶段，通过内部的微型动力装置进行姿态调整，修正这些偏差。几小时后，2辆车缓缓地驶入了一处戒备森严的营区，高墙电网，3步一岗，5步一哨，士兵们荷枪实弹地来回巡逻着。一进入这里，我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肃杀。真不愧是军营啊，这股子气氛就是霸道啊！陈老板，我们到了。闻言，我抱着自己的破布包下了车。进入大楼之后，心中也是大为震撼。这就是比自己的修理店气派啊！巨大的厂房式结构，空间开阔，
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精密仪器正在运转着，穿着各种各样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而我的出现也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注意。那不是赵将军吗？身后那个年轻人是什么人啊？不知道啊，看上去不像啥大人物啊，倒像个乡下来的毛头小子。别瞎说了，能让赵将军陪同的人，能有普通人吗？老魏，让大家把手上的活停一下，过来集合。不一会儿的时间，几十名身着工作服的军工便站成了一排。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第7研究院的院长周德胜，这位是陈远洲，一个修理铺的老板。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我，顿感万分疑惑。修理铺的老板来这里干什么？周院长，还请你给大家做个介绍。是将军，诸位，我们这一次来这里，完全是为了这个东西。说着，周德厚便从小箱子里拿出了那一枚芯片。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什么高科技吗？看上去不一般，但具体是干什么用的？众人顿时都伸长了脖子，看向周德厚手里的东西，满脸好奇。这是南斗3号卫星导航上面的芯片。南斗3号这项研究不是被叫停了吗？人工技术、金钱、时间，我们都不具备啊，这怎么又出来了？老魏作为基地的头把手，立即接过芯片，仔细地查看了起来。不愧是南斗3号，无缝一体成型，目前还没见过这种技术。基板材料也不一般啊，不是普通的硅基，更像是碳基材料啊。你们看这精度，至少得是3纳米以下了吧？这是哪个实验室整出来的？功耗呢？散热呢？这么高的极权速度，一旦运行起来，发热量绝对不低啊！短暂的几秒钟时间，众人便是叽叽喳喳地尖叫了起来。赵虎看在眼里，虽然自己这里是军事基地，但是能进入这里的军工们，也都是从其他科研院挖过来，就这么一帮人，都是能用眼睛看出这南斗3号的恐怖。看样子这玩意儿的确是有点东西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对不起将军，我们看不懂，我们只知道这东西不一般，能生产出它的科研院肯定不一般。老魏苦笑着摇摇头说道，其他人也是迎合着点点头，脸上一个比一个懵逼。赵虎听的脸色都是黑了，他一直以为自己这里的人员十分的优秀，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这帮人竟然是看都看不明白。陈老板，你来帮他们介绍一下吧。赵虎深呼吸一口气，看向了一旁的我。我从进来之后就开始四下张望着，这里的仪器和环境和自己的修理铺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好归好，但是让这么一群草包用，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了。我轻笑一声，走到众人面前，拿起芯片。行吧，早知道你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也没想到你们这么菜。众人听的都是眉头一皱。你小子谁呀？能进入这里的哪一个不是学历最低博士？这个毛头小子看上去大学都没毕业呢吧？说话口气咋那么大？也不怕闪了舌头啊？这玩意儿叫南斗3号，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哈。它的核心运算单元采用的是114核子序列，你们看不懂也是正常的。114核子序列，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想知道它的集成度这么高，运算起来之后散热该怎么处理呢？这个我已经给你们改装过了，它采用的是通铂比特和温超导材料，完全可以适应现实的日常稳定运行。芯片上面的这些微孔，这些就是微型温差发电的进排口，它能够将运算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从而实现功能系统的自给自足。我指着芯片一脸平淡地说道，可在场的所有人却都不淡定，尤其是周德厚这个院长更是瞪大了眼睛。哈哈，陛下言重了。岳飞微微一笑，由衷赞叹：陛下当初做的那首收复故土的诗，其实也极好。那诗颇具古风，瞧着该是受三曹影响颇深，虽称不上传世绝品，却也是上等佳作了。刘禅轻笑一声：那是曹植的诗，在我那个时代本就脍炙人口，只是没想到在这世上竟失传了。他话锋一转，一脸期待地看向岳飞：除了陆游，再说说别的吧。朕不要求你说个1、20个，最起码10个8个，就算再让步，也得和相父推荐的人数持平吧。岳飞摇了摇头：陛下莫再问臣，臣是真的说不出来，但臣向陛下保证，有生之年必定为陛下寻一位不逊色于臣的青年才俊。一言为定。刘禅大喜，若能有第2个相父，哪怕是稍逊一筹的，朕还要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作甚？话刚说完，他忽然扭头看向书架第3层的郭攸之等人雕像，忙拱手致歉：抱歉抱歉，朕不是故意的。张宪惊惶地看向岳飞，压低声音：元帅，您疯了？实话说，不提前朝，整个大宋还有比您更有能力、更忠心的人吗？岳飞对陆游投来的眼神视而不见，低声道：没办法，臣也是被逼的，不这么说，陛下怎会轻易放过？不过想来也无妨，寻一位文武兼备的人才，让他与陆游这些兴起才俊相辅相助，顶一个臣，
倒也问题不大。第213章，朕又理解错了，到底要说到啥时候？刘禅打了个哈欠，面露不耐。朕不想听这些长篇大论，半点意思都没有。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看奏折呢。彭举若是有心，倒该给朕讲讲金国的美人、蒙古的特产、西夏的神驹。可惜岳飞定然不懂他的心思，就像相父也不懂一样。刘禅重重叹了口气，满脸惆怅。当个明君可真难啊！陛下何故叹气？莫非是臣的北伐计划有什么纰漏？岳飞陡然惊问，心中暗自思忖，不该啊！这计划他在脑海中推演了无数遍，连实地都踏勘过数次，断不该有疏漏。就算有，以陛下的见识，也未必能看出来才是。不是，刘禅摆了摆手，朕只是想起了月儿。对了，忘了告诉你，朕决定下次上朝，封月儿为北地郡王。其实刘禅在次日便见到了秦安的赵月，彼时他还不是后来的孝宗，名字也并非赵珊珊。一番交谈后，刘禅惊觉这赵月竟与自己心意十分相合，二人皆是力主北伐的坚定主战派，故而刘禅决意封他为北地郡王，一来是寄托自己对故土的哀思，二来也是摆明自己北伐的态度。别说郡王，就算是亲王，这爵位在刘禅心里也比不上自己的太子。欣赏归欣赏，在确定自己身体无碍的情况下，他终究还是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北地郡王，岳飞一时语塞。郡王爵位不可谓不高，可这也明明白白传递了陛下的态度。太子之位，赵月暂时想都别想。不知王爷跟陛下说了些什么？你也知道，月儿今年10几岁，正是青春调皮的年纪。刘禅无奈道：“这几日天天嚷嚷着要蒙古的雄鹰、西夏的美女，还要金国的黄金珠宝，你说朕上哪给他弄去？以子之名，是吗？”岳飞看破不说破，他与赵月打过交道，岂会不知对方的心思？王爷竟还有这般想法？你说他喜欢金银美女，朕怎么就这么不信？刘禅撇撇嘴，可眼下大宋宗室血脉稀薄，朕又不忍心拒绝，所以阿彭举，你北伐之时，多从北方给朕弄些战利品回来。陛下放心，蒙古的雄鹰、汗血宝马、金国的金银珠宝，臣定当尽可能多的运回来。岳飞笑了笑，刻意略过了美女二字。陛下那方面本就不便，要美女作甚？什么？没有美女？刘禅顿时大怒，却又不好明着发作，只得小声暗示彭举，你是不是漏了些什么？有吗？是什么？请陛下明示。岳飞一脸茫然，是真的不知陛下所指，难不成是仙品？可这万万不能拿到明面上说。一人满心想着美女，一人却以为对方身有不便，半点没往那方面想。刘禅支支吾吾比划半天，岳飞愣是没弄清陛下的意思。陛下，您到底想说什么？没什么。刘禅深吸一口气，悻悻道：“行，朕知道彭举的心意了，多谢你给朕留面子，没像董允那样当场对阵。罢了，江南的女子也挺好，北方的美女，等还于旧都后再大选便是。”岳飞欲言又止，陛下到底有何吩咐，直说便是。只要能收复故土，没有什么事，臣不能为陛下办到。莫非王爷还有别的要求？陛下尽管说。不用了，真没有。刘禅定了定神，这般羞人的事，他岂能明说？对了，不用再叫他王爷，他是你晚辈，朕决定让他拜你为师。帅，这万万不可！岳飞想都没想便拒绝。陛下，此举不合规矩，臣若真成了王爷的师傅，该有的礼数半点不能少。况且王爷本就有师傅，无端将其贬退，于情于理都不公平。对，你说的都对。接连被拒，刘禅满脸幽怨，朕还有什么要说的来着？算了，今天就先到这吧。岳飞却摇了摇头，北伐的事宜皆在奏折中，倒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有一事或许需要陛下出面处理。哦，什么事？刘禅顿时来了兴致，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是他比彭举拿手的？莫非是彭举也贪恋女色了？他记得彭举素来只有一位夫人，是关于易安居士的事。岳飞抬眼看向牢中方向，面露无奈，请神容易送神难。前些日子臣一怒之下将他关入大牢，如今那2个小太监都放了，他却还在牢里待着。并非臣不放他，是他自己不愿走，说什么外面天寒地冻，不如牢里遮风挡雨。岳飞岂会不知他是故意的，本想着他愿待便待着，可谁料狱卒见是自己送进去的人，自作主张将他关在了重刑犯的牢房，虽未加虐待，可隔壁关着的偏偏是他的表妹夫秦桧。如今二人同处牢狱，倒是相谈甚欢。我靠！刘禅全然会错了意，满眼了然。彭举啊彭举，朕没记错的话，易安居士比你大了将近20岁吧？不过朕理解你，大宋境内除了李清照，也没人配得上你，唯有他能在文采上与你并驾齐驱。你们这些厉害人物，都看重内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朕这个俗人还是更喜欢漂亮的。还好朕的2任张皇后长相都没随三叔。
他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这是包在朕身上，不就是说媒吗？朕年纪虽比你们小，但身份摆在这，他定然会答应。那就多谢陛下。”岳飞暗自叹气，这般才女，纵使年事已高，也一身傲骨，他实在惹不起，也只能让陛下以君王威仪将他请出来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刘禅摆摆手，忽然促狭一笑：“只是你要做好准备，你家夫人知道这事吗？这与臣的夫人有何关系？”岳飞心中疑惑，却还是如实道：“陛下放心，臣已做好准备，等义安居士出来，臣便去赔礼道歉。”刘禅一愣：“赔礼道歉？不是准备成亲吗？难道朕又理解错了？”第214章送居士回家。别的不论，单凭书法便可在苏黄米菜之下独占鳌头。大牢之中，李清照对着秦桧写的字，难得赞了一句。虽全天下都知道秦桧早已失了陛下的信任，若非有太祖师背在，如今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但好歹留了一条性命。况且秦桧虽入狱，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朝堂与地方州府仍有不少亲信，是以他在狱中的待遇竟出乎意料的好。别说讨纸笔写字，便是想吃些精致吃食，只要肯掏钱，狱卒们都抢着去办。书法好又有何用？蔡京的书法不够好吗？人品不行，还不是照样被踢出去，换了蔡襄顶上。对于表姐的鉴赏能力，秦桧从未怀疑，可这番夸奖他却半点没放在心上。就算书法天下第一，又何曾见王羲之在晋朝权倾朝野？你说的对。李清照随手将秦桧写的“名贵君卿”4个大字丢在地上，似笑非笑。那你觉得你是蔡京还是蔡襄？这家伙，难不成真把自己当成忠臣了？听到这话，秦桧傲然起身，纵使身处牢狱，也难掩一身傲气。都不是，我是孤臣。孤臣？李清照哈哈大笑，笑到眼泪都落了下来。你秦桧若是孤臣，那大宋便再无结党营私之人。我知道世人皆这般看我，没想到你也如此。秦桧轻叹一声，一副知音难寻的模样。没错，我便是孤臣。看似在朝堂呼风唤雨，无数官员以我为首，实则不然。你见过哪个皇帝能轻而易举将一朝宰相打入大牢？那些人不过是想攀附我，以求进入陛下眼中罢了。或许唯有数百年前的魏征能理解我此刻的处境。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成好人了。李清照嗤笑一声，我读遍史书，也未曾见魏征杀了突厥的李绩，更未闻他劝唐太宗向突厥称臣。妇人之见。见李清照出言反驳，秦桧勃然大怒：你一介女流，懂什么朝政？彼时的局势与如今岂能一概而论？大宋连年征战，国库早已亏空，根本经不起在一场大战。岳飞拥兵自重，心怀反意，我这是提前替陛下扫清祸患。李清照默默闭了嘴，不愿再与他争执。与这种人辩论毫无意义，他只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欺欺人。可李清照不想说话，秦桧的嘴却没停。哪怕察觉到他的不耐，他仍自顾自的喋喋不休。你们都把岳飞当成忠臣良将，我却看他是伪装罢了。此次将你关进大牢，便是他狐狸尾巴藏不住的证明。闭嘴！李清照再也忍无可忍。我不出去，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口口声声说岳元帅心怀反意，可有半分证据？莫须有。秦桧理了理胡须，语气倨傲：这3个字还不够吗？非要等他调转兵锋，进攻临安之时，你们才肯相信我的话。妈的！李清照忍不住低骂一句，悔得肠子都青了，真不该多嘴。莫须有，莫须你奶奶的腿！不过话说回来，秦桧倒是和自己那个从小就惹人嫌的表妹天生一对，只是遗臭万年的时候，别带上他义安居士便是。是关押在这吗？回陛下，正是。隔壁便是秦桧。就在李清照在心里痛骂秦桧夫妇这对狗男女时，外面传来了刘禅的声音：陛下，是陛下！秦桧瞬间激动起来，定然是陛下要放他出去，还要恢复他的相位。岳飞，你给我等着，此番若能出去，无需陛下下令，我便在牢中先杀了你。李清照冷冷瞥了他一眼，心中不屑，激动个什么劲？没听见陛下刚才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你秦桧成义安居士了？你们在外面等着，黄修、张宪随朕进去。刘禅吩咐一声，将众人留在外头，只带着2人走进牢中。他暗自后怕，还好多问了一句，不然彭举定要请出玉玺碎片教训朕。想让朕开口放李清照，直说便是，朕早就说过，朕是个直率的人，最烦那些弯弯绕绕，还好没闹出事来。义安居士，别来无恙啊！见陛下走来，秦桧立刻整了整囚服，摆出一副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姿态。谁知刘禅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向了隔壁关押李清照的牢房。李清照指了指自己，没好气地道：陛下觉得我在这待了几日，像是无恙的样子。刘禅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身上无伤，
囚服干净，说话中气十足，也不似饿过肚子的模样，瞧着竟比入狱时还丰润了些。但既然他语气不佳，刘禅便顺势借坡下驴，是朕疏忽了，让居士受苦。彭举还托朕将居士接出去。黄修，快把牢房打开，送居士回家。是。且慢。即便牢门被打开，李清照也没有动身，反倒懒洋洋地靠在墙上，静静看着刘禅。总不能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吧。刘禅挠了挠头，也不是说抓就抓，当初彭举问你可有意见，是你自己说没意见的。李清照瞪了他一眼，废话。比10月元帅正在气头上，我若敢说半个不字，怕是早就去和王夫赵明诚团聚了。虽我念着他，却也没打算这么早去见他，尤其是在赢了陛下不少钱之后。好吧。刘禅无奈，那你说要怎样才肯出去？他对李清照素来格外尊重，一来是因为他与黄月英的气质莫名相似，二来也是这事是岳飞亲自托他办的，他不想搞砸。这个嘛，我还没想好。李清照也有些惊讶，这还是那个在朝堂上一言不合就把自己那没良心的表妹夫打入大牢的皇帝吗？为何对自己这般客气？刘禅越发无奈，难道彭举托他办的第一件事他都办不成了？实在不行也只能用强了。他扭头将黄修叫到身边，低声吩咐，你去太医院传朕的旨意，让太医令或是孙谋抓2斤蒙汗药来，晚上掺在居士的饭碗里。遵旨。李清照眼皮一跳，这是要做什么？可别跟他这个年近60的老太婆开玩笑。很快他便知道陛下要蒙汗药的用意了，只因他听清了刘禅与张宪的对话。晚上把李清照蒙翻之后，你便趁着夜色把他扛出去，扔回他家里。放心，他赢了朕不少钱，不愁吃穿。可是末将不知易安居士的住处，朕知道吗？刘禅反问道。管他住哪，大半夜的随便找个地方一丢便是。但记住，这天寒地冻的，给居士盖2床被子，别冻着了。第215章，此间乐，我可真谢谢你哦。听到刘禅的话，李清照差点跳起来。大冬天把他扔在外面，还贴心的盖2床被子，陛下想的可真周到，难不成还想让他跪下山呼万岁，感恩戴德？陛下，奴才回来了。就在李清照心中疯狂吐槽时，黄修已经拿着一大包黄纸包裹的东西回来了。速度倒是快。刘禅接过来掂了掂，分量十足，总算能解决李清照这个麻烦了，多亏陛下夸奖，只是有一点小瑕疵。黄修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奴才还没走到太医院，就撞见了孙太医。听闻奴才的来意后，他说蒙汗药暂时缺货，奴才本以为要空手而归了。那这黄纸里包的是什么？刘禅打开黄纸，里面并非寻常的白色粉末，而是大小不一的圆团子。他心中隐隐觉得不对，随手捏起一个丸子大的药团，质地坚硬。你确定这玩意能咽得下去？嗓子眼都得被堵住吧？这就是奴才要说的瑕疵了。黄修解释道，本来奴才想直接回来复旨，毕竟没有蒙汗药，奴才也不敢自作主张。但孙太医听说是陛下的意思，特意领奴才去了大司农那里，取了一份给牛吃的草药，还特意叮嘱，这药的效果比蒙汗药好上太多。李清照的心情大起大落，最后落到了谷底。看着那些硕大的草药团子，他的嗓子莫名发紧。合着是给牛吃的，怪不得这么大，效果能不好吗？对人无害吧？刘禅动了心，管他是给人吃的还是给牛吃的，只要对身体无害就行，能把李清照弄出去，彭举交代的事就算圆满完成了。黄修摇了摇头，奴才也不清楚，应该无害吧，反正牛吃了没什么事。我是牛吗？我是个年近60的老妇人。李清照紧盯着若有所思的刘禅，心中暗道，陛下总该不会真的用这药吧？可以，应该差不多。刘禅点了点头，将草药团子递给张宪，让狱卒把这玩意磨成粉，晚上喂给易安居士。是。纵使觉得此事不妥，张宪也会无条件服从，只要不损害岳家军和岳元帅的利益，陛下的命令他都会照做。且慢。李清照知道再不说话就来不及了，不用这么麻烦，我可以出去，但请陛下答应我3件事。改变主意了？是不是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废话，我又不是聋子，与陛下相距不到5步，怎会听不见？李清照翻了个白眼，民妇只是觉得陛下言之有理，也确实到了该出去的时候，但请陛下答应我3件事。他心中已然拟好了一首暗骂刘禅的小词，等出去后便唱给所有人听。3件事？刘禅觉得这话说来耳熟，二叔当年被曹操包围时好像也说过这话。想起出处，他试探着问，不会是降汉不降曹吧？什么降汉不降曹？李清照满脸疑惑，我一介女流，又不是朝中官员，哪来的降汉不降曹？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刘禅松了口气，将草药团子从张宪手中拿回，重新包好。说说吧，别说是3件事，就算是4件，朕也答应。呵呵，陛下倒真是大气。李清照缓缓伸出一根手指，第一，
给我找一处干净敞亮的容身之所，最好是我能打扰别人，别人却不能打扰我的地方。你没有住处吗？刘禅惊道。倒不是这要求有多难，只是他实在诧异，难道李清照之前竟一直睡大街？原来他跟彭举说的牢里遮风挡雨竟是实话，而非故意刁难。有倒是有，李清照罕见的有些心虚。他自然有住处，只是太过破旧，屋顶满是破洞，晚上躺在床上能直接数星星。本来他也觉得无妨，反正活不了几年了，可自从赢了陛下不少钱后，他便觉得该好好享受一番了。可关键是赢的钱虽多，若买一座大宅子便所剩无几了。而眼前这个冤大头又被岳飞吓得再也不敢与他赌博，无奈之下也只能找陛下帮帮忙了。哎呀，你别管那么多，就说能不能找着。有倒是有，只是你得稍等些时日。刘禅思索片刻，还真想到了一处地方，等昭烈庙、武侯祠这些建筑建好，你便搬去那里住便是。朕可真是个天才。等多久？别让我等个10年8年的。那倒不会，几个月便差不多了。等建好了，你直接搬进去就行。李清照满意点头，可以。那在搬过去之前，我住哪？要不你先凑合凑合。刘禅指了指他的牢房，等会朕让人把你这牢房的锁打开，你平日里可以出去逛逛，累了便回来休息。皇兄，你吩咐下去，把朕御书房的床挪一张到这牢里来。遵旨。黄修有气无力地应着。先是御书房放床，现在又是牢里放床，下次莫不是要把床挪去茅厕吧？好了，第一件事朕应下了，说第二件。第二个嘛，李清照闭上眼苦思冥想，其实他真正的要求只有这一个，再想2个倒真有些为难。他忽然睁开眼，不好意思陛下，剩下的2个要求我可以以后再提。刘禅耸了耸肩，随便吧，只是到时候朕可未必会答应。不碍事，不碍事，到时候全凭陛下心意。李清照微微一笑，陛下还有别的事吗？要不要再赌一把？想让朕走就直说，还非要找个由头。刘禅撇撇嘴，不了，答应过彭举要修身养性。张宪，咱们走，去看看昭烈庙的修建进度。好。等等。就在刘禅转身要走时，秦桧终于忍不住出声，陛下，您真的看不见微臣吗？刘禅停下脚步，看着略显狼狈的秦桧，眉头微皱，有什么事？听着陛下冷漠的语气，秦桧的心凉了半截，他急切道，陛下，您当真不念及微臣昔日的功劳了吗？想你干嘛？你又不是娇滴滴的大美女。刘禅强忍着心中的恶心，冷哼道，有彭举等人辅佐朕，朕过得极好。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此间乐，不思蜀矣。第216章，刑不上大夫。这岳飞就是这么教陛下的。大胆！秦桧勃然大怒，他素来佩服岳飞的文学功底，没想到陛下跟着他竟乱用典故，悔不当初，没在牢中早早杀了岳飞。这岳飞就是这么教育陛下的。张宪当即怒喝，你秦桧算什么东西？一个出卖国家的败类，早已被世人唾弃，也配评价岳元帅？你大胆！秦桧毫无惧色，